姐姐，这次是我赢了。跳得好，正好帮我挡掉所有的恩宠，我才有时间夺他的江山。夫人，好喝，我好饿。快起来吧，既是饿了，便随我入府用些饭食。长姐，明天我们就要进宫殿选了，我好紧张。碧桃放心，皇帝喜欢年轻的。夫人赐我温饱，贫道无以为报，便将这系统绑定在2位小姐身上，如何使用，全靠造化了。长姐，刚才那是神仙显灵，这系统莫非是鬼神之力？我不知道何为系统，但想来应是一种鬼神之力。从那之后，我和妹妹就能获得鬼神的帮助，比如此刻。恭喜2位小主电选过关，绮罗小主获得8000金珠，碧桃小主获得5000金珠，金珠可用于兑换商品，各位自行选择。我要这个月影舞，快，5000金珠我付给你，这个归我。碧桃小主，本商铺价高者得，若绮罗小主出价更高，此物便归她。长姐，入宫前父亲交代过，我年纪小，你应当多让着我。月影舞是已故柔玉皇后的独创，皇上至今念念不忘。明日宫宴，谁若跳此舞，必能风头无两。陆绮洛，你碧桃，我做姐姐，自然是要让着你的。系统，我要这个。姐姐是想在明日宫宴上背书给皇上听吗？皇上喜欢的可不是老夫子。可他不明白，我想要的从来不是宫斗。皇上，今晚去哪位嫔妃的宫中？陆氏绮罗甚合朕意，今晚就去。皇上，臣妾碧桃新学了一支舞，特来献给皇上。好好一个清冷仙气的月影舞，竟叫她跳得如此放浪狐媚，小声点儿。皇上喜欢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哎呀！爱妃，这是怎么了？臣妾想将此舞完美呈现，日夜苦练不慎伤了脚踝，刚刚是忍着剧痛跳完的。只要能让皇上展颜，臣妾便是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。难为你有这片心，今晚朕好好疼你。他以为他赢了，从小到大他样样不如，如今有了系统，他终于能踩在我头上。我和长姐同日入宫，如今我已是贵嫔，姐姐却仍然只是个贵人。臣妾给贵嫔娘娘请安。宫中素来是成王败寇，姐姐自己不争气，也别怪妹妹狠心。反正皇上也不来姐姐这儿，这些漂亮东西放在姐姐这里也是暴殄天物，不如给我。当初殿选，皇上对咱们小主一见惊艳，都没正眼看他一眼，全靠咱们小主举荐才有了他的第一次事情。早知今天，当初就不该帮他。我当初举荐他，可不是为了让他感念我。哦，那你是为了什么？殿选时，我是京城第一美人，风头太盛，无论是皇帝的恩宠还是后妃的嫉恨，都在我身上。我要的就是他替我把这些风雨和关注通通挡下来。佩儿，我问你，宫斗一路赢下去的尽头是什么？成为皇后啊？哦不，在本朝的话，大概是成为贵妃。毕竟皇上在柔玉皇后过世后就放上说不再立后。皇后又如何？柔玉皇后得尽恩宠，可孩子被害，自己也忧思成疾，郁郁而终。这后宫从无赢家。小主雄韬伟略，心思恐怕并不局限于宫中。若小主愿意，奴才或许能助力一二。佩儿，去门外守着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你的名字？奴才叫做小福子，但如果小主问的是入宫之前的名字，不才本名傅守谦。傅守谦，当年宰相独子7岁便有神童之名的富家小公子。原来我兑换的与贤士坐而论道，竟应验在了他的身上。
我不过一介后宫嫔妃，有何雄韬伟略可言？你这样胡说八道，当心我叫人长你的嘴！奴才幼时学过观星，如今紫薇暗淡，天子示威，但有一颗星自北方而来，其芒烁烁。奴才以为此星名为帝女。我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兴奋。我等了太久，等的便是这一刻。可如你所言，这颗帝女星不过是自北方而来的小星，怎可能取代紫薇？得甘豫2州之武将，以江南鱼米之乡为粮仓，大军压境之日里应外合，是日紫薇必将被帝女所带。但奴才也知道，这一切太难太难。从今往后，人前你仍是小福子，但私下里你不必再自称奴才。父亲，这是掉脑袋的大事，但人活一世，本宫同你赌这一把。你刚说的是，本宫记住了。北域的武将，江南的商会，京城的御林军，这些或许都很难，但并不是绝对没有办法。愿为小主效犬马之劳。碧桂嫔驾到，两位小主是否进入商铺交易？哟，姐姐来了，可惜姐姐这次金珠不如我多，怕是买不到什么好东西了呢。是了，碧桂嫔封了贵嫔后，得了3万金珠，如今这店里的宝贝还不是任您挑选。这些皇上最爱的东西，我一样也不给姐姐留。等我诞下皇嗣，坐稳了位置，姐姐便是家族的弃子。虽然那些记忆都被我选走了，可姐姐毕竟还有这张如花似玉的脸在。皇上若是哪天看到了，突然想宠幸一下，也说不定。所以，如此，本宫才安心。几罗小主，小店有修复疤痕一流的金疮药，售价只要2000金珠哦。你到底是帮哪边的？小店迎八方来客，自然是将诚意送给每一位顾客。算了，就算不让你彻底毁容，浪费你2000金珠，也值了。系统，我要兑换宫中珍品干将墨邪剑。哟，姐姐这是要舞剑了，太好了，快舞吧！皇上没准看到姐姐英姿飒爽，重新宠爱姐姐了呢。蠢货，你以为我是在无奈之下才选的剑？这把剑曾是塞北主将徐迟飞的令箭，徐氏北将军见此剑如见主帅。下个月北疆统领来京述职，这将是我送他的剑面。祺贵人，你这脸是怎么回事？臣妾睡梦中忘了摘护甲，不慎划伤了自己。分明是碧桂腿，就是臣妾自己弄的。祺贵人也太不小心了，如此愚钝，连自己都能划伤，又怎能伺候得好皇上？皇上，不如先把他的牌子撤了吧。碧桂嫔教训的是，一切全凭贵嫔吩咐。小主，你为何不告诉皇上，一直是碧桂嫔在欺负咱们？没用的，皇上要的是听话漂亮的温顺宠物。我和碧桃2只小狗咬架，他才懒得管，顶多呵斥几句，转身还会更疼爱那只漂亮的。我不说，只是因为我不需要。如今我的牌子撤了，反而更方便我做事。1个月后，碧桂嫔有了身孕，皇上大喜，将其晋为正2品妃。内务府那帮势利眼居然说碧妃娘娘怕冷，宫里的炭火都紧着她用，没余炭给我们了。你做什么？小主的手都生冻疮了，我打算先拿自己的月银垫上，找孝顺的太监去外面买些炭火回来。我的好佩儿不再是当初遇事只会哭的小丫头片子了，但这银子轮不到你来垫。我要去求碧妃娘娘给我们宫里炭火。小主去求碧妃娘娘，她怎么会给你炭火？他想折磨我，那就快来吧。只有他做得足够绝，有些人才会真正死心塌地地站在我这边。哟，这不是祺贵人吗？本宫瞧着祺贵人气色可不大好呀。娘娘，嫔妾宫中已无炭火，若娘娘宫中有富裕，可否施舍嫔妾些许？你们瞧瞧，当年我这姐姐可是京城第一美人，何等傲气，如今竟这般低三下四。不是本宫不想给你，
可那毕竟都是皇上对本宫的心意，本宫怎好给人呢？既然如此，嫔妾告退。别急呀，你若是能为本宫解决心中烦忧，那就是保皇嗣有功，皇上也一定会愿意赏你炭火的。不知娘娘有何烦忧？本宫的耳坠子不慎掉进千里池了，那耳坠子很金贵，旁人碰不得，所以还请启贵人亲自帮我捞。小主，万万不可！吃水冰冷刺骨，您的身子受不住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父亲，这是我们唯一的办法。启贵人快点，本宫还赶着回宫休息呢。好冷，冷得仿佛血液都要凝固了。大家快看啊！昔日的第一美人，如今变成落水狗了。韩信受胯下之辱，勾践卧薪尝胆，陆碧桃也从不读书，所以你永远不会明白盛极必衰。你现在笑得有多猖狂，来日就死得有多凄惨。小主，您终于醒了，吓死奴婢了！我怎么回来的？是小福子，当时您在千里池里晕了过去，是小福子不顾一切跳下去把您背回来的。嫔妃娘娘觉得晦气，这才扔了几块劣质炭打发了我们。父亲，东西拿到了吗？已经办妥。娘娘，齐贵人心中怨气极深，若死在宫中，怨魂不散，必会冲撞娘娘腹中的皇嗣啊！那如何是好？必须将她送出宫去，死在宫外，贫道自有法子让其魂飞魄散。皇上，齐贵人与我是至亲姐妹，她如今病重，太医们束手无策，臣妾实在是忧心如焚，寝食难安啊！爱妃怀着龙意，万不可忧思过度。依你之见，该如何是好？臣妾得知上届太医院院守的妻子吴医女仍在宫外行医，医馆就在京郊，只是她年迈无法入宫。臣妾想着，不如把姐姐送到她那里医治，也省得过了病期给龙嗣。准了，允齐贵人出宫医治。干架墨邪剑带了吧？小主放心。小主，您的病……我的病是真的，但病的有多重，是我说了算。若不如此，碧桃怎会急着把我赶出宫？碧桃以为她步步为营，却不知每一步都在我的预判之中。我借她的手出宫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去吴医女的医馆见北疆主将裴宁。裴将军在此疗伤，这是我唯一能安全会见外臣的机会，我必须赌赢这一局。微臣裴宁见过齐贵人。怎么，本宫貌丑吓到将军了？并不，小主天姿国色，瑕不掩瑜。只是微臣惊讶，宫中消除疤痕的药膏应当有很多，小主就算不慎划伤了脸，也该有法子治愈。我不愿大费周章，更何况疤痕又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东西，它记录着我们受过的伤害，提醒着我们未报的仇恨，是铭记，亦是勋章。将军以为呢？裴将军，我知道你脸上的耻辱，但我今日便要将你的耻辱变成你封王拜相的勋章。徐迟飞老将军是我外祖，我幼时曾听他讲过，麾下副将裴宁13岁便单人单骑闯入马匪窝，一箭射死首领，救下百名百姓。如今北疆有将军守护，我外祖在天之灵想必安心。我代他将此剑赠与将军。这是老帅的干将墨邪剑。我塞北10万将士，任军令，不任皇命。此剑便是我们的军令，见此剑便是见了主公。这一天，碧桃在宫中得到了天子的恩宠，而我在宫外得到了塞北10万将士的心。小主很是喜爱裴将军。何出此言？裴宁乃是少年将军，威震北疆，俊美不凡。自古美人爱英雄，他与你一样，都是我的左膀右臂，缺一不可。开心啦？听不懂小主的话。假太监。小主脸上的伤，是您故意不治的。我知道裴将军深受莫行之苦，引以为耻。若我脸上有疤，便能与他感同身受。是为知己者死，
比起财宝，亦可懂他的心更为珍贵。更何况，我也想助长一下碧桃的气焰。小主纵容他，他便会更加肆意骄狂。后宫怨声载道，宫中斗得越狠，咱们在宫外才能藏得越深。只是，碧妃如今如日中天，若真的平安生下皇嗣，后宫中只怕再无人能与她抗衡。放心，能生下皇嗣的可不止我妹妹一个人。只要100金珠，便能让年老体衰的皇上重获生机。这笔交易太小，碧桃此刻正做着美梦，绝不会察觉。小主，夜深了。父亲，把这封信和药连夜送到宫中大太监福公公手里。小主，您在信里写了什么？字句不提委屈，只写本宫在宫外忧心皇上操劳，与医女苦心钻研，特献上此固本培元之药。皇上近来沉溺于碧桃的温柔香，身子早已亏空。这副系统出品的猛药，对他而言就是久旱逢甘霖。妙啊！朕服下这药，竟觉得浑身燥热，筋骨舒展，仿佛回到了20出头的壮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这药方是启贵人日夜忧心皇上龙体，在宫外苦心钻研出来的。启贵人纯孝，身在宫外，心还在朕的身上，传朕口谕，赏无衣女银千两，再派一顶软轿，立刻把启贵人接回宫来。小主，咱们真的要回去面对碧妃娘娘了吗？听说她如今在宫里，简直是一手遮天。佩儿，她遮的只是后宫的天，而我们要捅破的是这整个大齐的天。回宫，好戏才刚刚开场。小主，里面出事了。刚一回宫，我那好妹妹就送了这么大一份礼，来得正好。嫔妾见过碧妃娘娘。姐姐真是好本事，本宫还以为你死在外头了，没想到竟用一副破药就勾搭上了皇上。皇上龙体康健，乃天下之福，嫔妾不过是尽了为人臣妾的本分。本分？你所谓的本分，就是给皇上塞那些李大应、王承赞之类的狐妹子吗？皇上精力大增，碧桃因怀着身孕无法承宠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旁人分去恩宠，她急了。娘娘怀着龙种，自当保胎为重。皇上雨露均沾，也是为了绵延子嗣，娘娘定能体谅皇上苦心。凭你这副毁容的尊容，皇上也就是赏你个恩典，接你回来，你这辈子休想再得宠。咱们走着瞧。小主，碧妃娘娘如今太张狂了，咱们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？小主，鱼儿要够了。是啊，接下来这后宫的池水该彻底搅浑了。小主您听听，承乾宫那位今儿个又在咒骂了。小主给的药效果果然霸道，皇上如今白天精神抖擞，晚上夜夜笙歌，碧妃娘娘连皇上的面都见不着了。内务府那帮人官会见风使舵，听说送上去的秀女里有些风头很盛。是江南盐商之女李云顿已被封为李昭仪，柔弱无骨，精通音律。还有太常寺卿的孙女宋氏，清冷孤高，最善诗词。碧桃以为靠系统换来的美貌就能一劳永逸，可她不懂，这天底下的美貌多的是，男人的宠爱不过是随时可以转移的流沙。碧妃娘娘保重凤体，皇上正与李昭仪品茶，吩咐了不准任何人打扰。李氏太闹，宋氏又太清高，朕每日在朝堂上为国事操劳，回了后宫竟连个清静地方都没有。皇上心系大齐百姓，自是辛苦，嫔妾不才，愿为皇上背诵几段道德经，以定心神。青罗啊，宫里的女人都在变着法儿的跟朕要东西，唯有你安静的像是一幅画，让朕踏实。能为皇上分忧，是嫔妾的福分。皇上，你对我放下了防备，可你不知道，不叫唤的狗咬人最致命。我不要你的宠爱，我要的是你的江山。小主可算回来了，今晚承乾宫那位又派人去御书房请皇上，听说又被福公公直接挡了回去，气得摔了一屋子瓷器。由他去吧，
如今站得越高，来日摔得越惨。佩儿，守好殿门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是，小主。小主，裴宁将军的信鸽刚到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裴宁在北疆整合旧部，可朝廷拨过去的军饷层层克扣，根本养不活10万精锐。我当年在系统里兑换了商会归附，现在是时候。父亲，江南那边的商会是时候收网了。小主放心，臣先前已通过暗桩秘密控制了江南3代延伸的命脉，只需臣亲自走一趟江南，以富家少主的名义将其整合。3个月内，臣必将江南的财富尽数化作北疆10万大军的粮仓。可你如今是宫里的公公，要如何名正言顺的出宫？皇上最近沉迷修缮皇家道观，四处筹措资金。内务府总管是个贪生怕死、中饱私囊之徒，臣有办法让他主动向皇上提议，派臣下江南采买道教法器。此去江南，山高水长，危机四伏。你若出事，等同于断我一臂。父亲，万事小心。臣必不辱使命。臣等小主登基称帝的那天。宫外的棋盘，裴宁与傅守谦已替我落子，而在这宫墙之内，陆碧桃，我也该送你一份大礼，让这后宫的战火烧得更旺些。李昭仪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李昭仪这是喜脉，已有2月余。好，大赏！李昭仪有孕，只是个开始。不到半月，宋昭容和云嫔也接连查出身孕。3个，足足3个！本宫才是最先怀孕的，本宫怀的才是皇上的长子，他们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在这个时候抢本宫的风头！娘娘息怒啊！太医说了，娘娘这胎必定是个皇子，只要生下皇子，您就是大齐未来的皇后，他们怎么也越不过您去。皇后，本宫等不及了，本宫要他们都死！我要打胎药，能无声无息让人流产，查不出任何痕迹的药。碧妃娘娘，打胎药属于逆天改命类高级道具，沾染因果极大。此物名为无形伞，5万金珠一份，您要买几份？5万金珠，怎么这么贵？逆天改命，自然价值不菲。算了，本宫不能在这上面把金珠花光，给我换一张噩梦符，只要1000金珠的那种。我要李云娘天天做噩梦，自己把孩子折腾掉。愚蠢，打蛇不死，反受其害。李昭仪乃江南大族之女，手段心机皆在上场。你用这种不痛不痒的符咒去折磨一个孕妇，只会招来她更猛烈的反扑。娘娘，皇上今夜又宿在李昭仪那儿了，说是昭仪娘娘夜遇鬼魅，经济少眠，皇上心疼得紧，连日宿在偏殿安抚。借病孤宠的狐妹子，本宫才是最先怀孕的，皇上竟3天没来看过本宫一眼。妹妹这是怎么了？发这么大的火，仔细伤了肚子里的皇嗣。陆绮罗，你是来本宫这里看笑话的吗？妹妹说哪里话？咱们一笔写不出2个路子，你受了委屈，姐姐怎能不心疼？少在这里假惺惺！本宫如今无宠，你指不定心里怎么看本宫的笑话。那李云娘仗着年轻狐媚，把皇上迷得团团转。妹妹与其在这里砸东西，不如请国师进宫算一算。国师？若国师算出妹妹肚里怀的是天命所归的太子，妹妹还怕他一个小小的昭仪抢了风头吗？天命所归的太子，对啊，本宫怎么把国师给忘了？快，去把本宫压箱底的黄金拿出来，本宫要重金投入国师。妹妹既然有要事，姐姐便不打扰了，告退。小主，您为什么要给碧妃娘娘出这个主意？要是她真坐实了天命太子的名头，岂不是更要骑到咱们头上来？你觉得一个刚觉自己回春、正值春秋鼎盛的皇上，最忌讳什么？奴婢愚钝，请小主明示。皇上自服了我的药，正做着万寿无障的美梦，后妃竟敢勾结国师私定储君，
无异于在他的逆鳞上拔毛。国师本就是见钱眼开的老狐狸，碧桃的钱给够，什么谎话他都编得出来。好戏马上就要连台了，我们只管作壁上观。国师，您算算，本宫腹中这胎究竟是男是女？可有真龙之气？娘娘，微臣不敢妄言，这可是泄露天机的大罪。本宫重重有赏，恕你无罪。快说！娘娘此胎星象柔和，乃是太阴之象，腹中所怀应是一位公主。不可能！太医明明说本宫脉象强劲，是个皇子，你这老道胡言乱语！太医只能看脉，微臣看的是天命。娘娘请看，代表皇子的紫微星旁有一颗新星正冉冉升起，但方位却在何处？快说！在咸福宫李昭仪处。李昭仪此胎有90%概率是皇子，且带有辅星相随，乃是储君之相啊！李云娘竟然是那个贱人！1000两黄金，国师，这件事皇上可知道？微臣只为娘娘测算，皇上尚不知情。但胎儿日渐成型，星象愈发明显，不出2个月，钦天监例行禀报时，此事便瞒不住了。小主，钦天监那边有消息了。碧妃娘娘给了国师1000两黄金，失魂落魄的做了整整1下午。1000两黄金，买他一个噩梦，这笔买卖他不亏。可是小主，国师说的那些，李昭仪肚子里的真是未来的太子？钦天监看的是天命，而我看的是人心。国师之所以这么说，不过是因为我早在1周前就送了他5000两黄金和一张写满李昭仪背景的条子。碧桃生性多疑好强，得知自己怀了公主，死对头却怀了天命太子，她绝不可能坐以待毙。国师的这番话就是催命符，接下来碧桃会不惜一切代价除掉李云娘腹中的孩子，而我只需要等他们斗得两败俱伤，坐收渔翁之利。小主，钦天监那边有动静了，国师今早已经秘密出宫。知道了。小主，奴婢今早远远瞧见碧妃娘娘，她的眼神实在太吓人了，像是要吃人一般。国师的话已经把他逼到了悬崖边上。人在极度恐惧、失去一切的时候，就会彻底疯狂，做出不计后果的事。他已经无路可退了。碧妃娘娘，李昭仪此胎乃是承载天命的储君人选，强行逆天改命，代价极其高昂。此物售价10万金珠，将扣除您目前所有的积蓄。您确定要兑换吗？我确定。什么天命储君？那本宫更留不得他。皇上的宠爱只能是本宫一个人的，大齐的未来也只能是我儿子的。我的好妹妹，你以为你是在逆天改命，却不知你只是我这盘大棋里最冲动的一颗过河组。这大齐的太子是谁根本不重要，因为这大齐马上就没太子什么事儿。你花光了身上所有的筹码，仅仅只是为了去对付一个后宫嫔妃。那么接下来，当你面对真正的狂风骤雨时，你拿什么来当？皇上恕罪，臣等仔细查验过，娘娘的饮食并无异样，无中毒痕迹。昭仪娘娘小产，实乃此前夜与鬼魅京剧交集，以致动了胎气呀。本宫就说她李云娘是个命薄的，偏要一门心思的跟本宫抢皇上。如今孩子没了，可见是遭了天谴，活该。去，把碧妃说的这些话原封不动传进献福宫，一定要让李昭仪的贴身宫女无意中听到。小主放心，奴婢明白，杀子之仇不共戴天，李云娘绝非善类，接下来必会死咬陆碧桃不放。他们斗得越狠，越能为我争取最宝贵的时间。一群废物！江南水患这点赈灾琐事也要来烦朕，天天吵个没完。皇上息怒，龙体为重，这些折子不过是臣子们例行公事罢了，吃口莲子羹，消消火。绮罗，你出身尚书府，自幼也是饱读诗书的，你来看看这江南水怀的折子，朝臣们吵了3天都没个定论，朕看着实在头疼。
终于来了。后宫不得干政，嫔妾不敢逾越。朕恕你无罪，朕头级犯了，你替朕念。工部那群老顽固，天天管朕要银子，国库都空了，朕拿什么给他们修地？绮罗，你觉得该如何批复？父亲正在江南整合商会，最需要的就是官方的身份和掩护。嫔妾愚见，既然国库空虚，不如效仿先帝旧制，准许江南大商贾捐资修堤，凡捐资巨万者，赐予虚衔，免其部分盐税。如此，既解了燃眉之急，皇上也不必听大臣天天哭诉了。捐资修堤，免其部分盐税。好一个启贵人，这法子绝妙！来，就按你说的批。这是我第一次名正言顺地替帝王落下朱批。这支轻飘飘的笔，重御万钧，它能决断江南水灾，能调动100万库银，更能在将来颠覆整个大齐。青罗啊，你这首簪花小攒写的真好，以后朕若累了，你就留在御书房看折子，代朕朱批些不打紧的琐事。嫔妾遵旨，并为皇上分忧。皇上啊，皇上，你以为你找到了一个听话省心的代笔工具，却不知道你已经亲手将这大齐帝国的咽喉递到了我的手里。哟，姐姐倒是个天生的劳苦命，连太监淹没干活的差事，姐姐都抢着干，真是让妹妹佩服。为皇上分忧是嫔妾的本分，本分，连恩宠都没有，守着一堆破纸，真是可怜。蠢货，你以为我是在干太监的活，却不知道这御书房里的天地比后宫任何争斗都要惊心动魄。父亲那个只会和稀泥的尚书派，把长军需的户部老派，还有被皇帝打压的清流，朝中局势已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蚂蚁搬家，瞒天过海，裴宁在北疆的实力一天比一天壮大，他的兵刃已经越来越锋利了。小主，后宫里现在可闹得不可开交。李昭仪自从华胎后，每天穿着素服在小福堂跪经，玉妃、宋昭容、云嫔这些人都聚在她身边。李云娘是个狠角色，她那咸福宫现在是抱团取暖的刺猬窝。今日又出什么事儿了？昨日李昭仪在花园不慎撞见碧妃的轿辇，被碧妃的嬷嬷推了一把，李昭仪当即去御前告了状，玉妃和宋昭容一起作证，说碧骄纵恐伤龙嗣。皇上怎么处理的？皇上烦得不行，直接罚了碧妃禁足半月，抄写女戒100遍。碧妃在承乾宫哭得震天响，直骂皇上薄情。禁足半月，好极了。没有了系统的金珠支撑，单凭他那没长脑子的本事，如何斗得过李云娘那一群疯狗？去，将这封密信传给江南的父亲，问他商会的事情进展如何。京城的风已经刮起来了，他的进度必须加快。猎人的网已经织好，陆碧堂、李云娘，接下来就看你们在这后宫的蛛网上如何挣扎致死了。臣幸不辱命，江南15家大商会已结成同盟，推臣为主事，首批10万担军粮已秘密运往甘豫2州，另查到2江总督贪墨证据，账本已在臣手。北疆有裴宁的刀，江南有父亲的钱，这天下已经有1半攥在本宫手里了。傅公子真乃神人，竟连2江总督的把柄都拿到了。有了这账本，随时可以瘫痪朝廷南方的行政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秦贵嫔来了，今日又有何折子要朕过验？前2日，皇上因我办事得力，随口将我升为了贵嫔。如今我出入御书房，越发名正言顺。皇上，是2江总督递来的请安折子，顺带提了一句江南今年盐税丰吗？哦，是，准了，随便赏他点什么。还有一事，兵部尚书告老还乡，吏部拟了3个人选，请皇上定夺。兵部掌控天下兵马调遣，举事之前，我必须把兵部变成个瞎子。朕头疼，你念给朕听。第1位是王贵王大人，第2位是刘封刘大人，第3位乃是刘福庸刘大人。这刘大人虽然政绩平平，但听说最是忠心，年年给内务部进贡的奇珍异宝最多。刘福庸就是那个进贡了半人高珊瑚树的，懂事听话，就他了。兵部这种地方不用太聪明的人，听话就行。你朱批吧。嫔妾遵旨。昏君，你为了眼前的安逸，亲手拔掉了自己王座室下的哪一根钉？嫔妾见过碧妃娘娘。哟，李昭仪气色不错啊，看来没了那个福薄的孩子，你倒是吃得香睡得着。也是，这宫里不是什么人都有福分生下皇嗣的。娘娘教训的是，
嫔妾福伯，不比娘娘有天命庇佑，只求娘娘高抬贵手，给玉妃姐姐和宋昭容姐姐肚子里的龙丝留条活路吧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本宫何时要害他们了？娘娘昨日指使人在玉妃姐的安胎药里加了红花，若非发现及时，龙胎早没了。那个叫翠花的丫头已被拿下，正在慎刑司受审呢。你血口喷人！本宫没有，这是陷害！快传太医去请皇上，快啊！小主，李昭仪这招真狠啊！不惜自己下毒做局，也要把罪名死死在婢妃头上。她失去了一个孩子，自然要用别人的孩子来做局。这宫里的千金小姐们一旦联手，手段不可小觑。陆碧桃，你以前靠着系统作弊，现在积分清零了，你拿什么和这些在深宅大院里经营出来的女人斗？这是那丫鬟的口供供状。皇上，臣妾真的没有，是他们陷害臣妾，臣妾拿肚子里的孩子起誓啊！皇上，你太让朕失望了！传朕旨意，婢妃谋害皇嗣，褫夺封号，降为贵人，终身幽禁承乾宫。无朕旨意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陆碧桃，从云端跌落深渊的滋味如何？这只是你彻底疯狂的开始。凑合着吃吧。如今你不过是个无宠的烂贵人，还当自己是婢妃娘娘呢？余娘，你这个贱妇竟敢陷害本宫！皇上，你如此薄情寡义，本宫诅咒你！听说了吗？那咸福宫闹得凶，可人家启贵嫔稳坐御书房，深得皇上信任，前2日又进了位分呢。陆绮罗，凭什么你这个毁容的废人能步步高升，本宫却要待在这个鬼地方吃馊饭？我没说，我还有系统，我才是天命之女。系统，我要金珠，我要兑换道具，让皇上回心转意，我要杀了他们！快把金珠给我！碧贵人，您目前的金珠余额为0，由于您已被降为幽禁，无法再通过日常宫斗获取金珠，小店概不设账。不可能，一定有办法的！我是宿主，你绑定了我就该把我赢！其实，本店铺还有一项隐藏交易。若宿主急需大量金币，可通过献祭自身拥有的大气运、高价值之物来等价换取。我献祭，我什么都愿意给，我的绝世美貌，我的歌喉头脑都拿去给我换毒药，换皇上的痴心符，我要让他们死！把我所有的美貌歌声全部拿去，给我换10万金珠！抱歉，宿主之前从本铺兑换去的技能属于已售商品，无法2次回收。本宫还有什么可以献祭的？本宫要翻身，本宫要杀了他们！目前宿主身上唯一具备极高价值且足以为您兑换10万金珠的，是您腹中那带有真龙之气的大奇胎儿。不，这不行，这是本宫翻身的唯一筹码，是本宫当皇后的指望，你们不能打他的主意。宿主请理智思考，您如今身陷冷宫，李昭仪等人绝不会让这个孩子平安降生，等您难产而死，这孩子依然保不住。不如趁现在献祭1半的龙气，换取10万金珠。有了这笔巨资，您能买到脱困卡和迷情香，重新夺回圣宠。只要皇上依然宠爱您，孩子以后可以再生。原来这才是系统的终极陷阱。我若献祭1半龙气，孩子还会活着吗？会，但会先天体弱。好，我换，给我换10万金珠，我要迷情香，我要让皇上今晚就来承乾宫。碧桃，你彻底完了。系统抽走的不仅仅是你腹中孩子的生机，更是你作为一个母亲最后的良知，和作为一个人活在世上的最后生机。一天改命，最终改掉的只能是自己的命。皇上夜深了，你原本宿在宋昭言宫里，这无端摆架冷清的承乾宫，怕是不妥啊！闭嘴！朕的事轮得到你来多嘴，给朕走快点儿！娘娘保重凤体啊！皇上今早刚下的圣旨，免了他的幽禁，甚至赐了臣字。陈贵妃加封陈贵妃，协理6宫，皇上们不是疯了？妖女，她定是用了什么妖术。走，随本宫去太后的小佛堂，本宫要告御状，本宫要她死无葬身之地。小主，陈贵妃今早复宠，风头直接盖过了满宫。李昭仪已经串联了玉妃等人去太后那儿了，咱们要不要暂避锋芒？避？为什么要避？烈火烹油，鲜花着锦，这不过是他最后的回光返照罢了。那迷情香的效果确实霸道，
可那是以偷吃龙体为代价的。皇上本就被我那固本培元的猛药耗空了底子，如今再被这香猛烈一催，你以为他还能活几天？陆碧桃，你和李云娘在后宫争得你死我活，而我很快就要成为这大齐江山唯一的真正的主人。李昭仪，陈贵妃娘娘说了，您记性不好，这千里驰风大，贵族3个时辰，能帮娘娘好好醒醒脑。陈贵妃复宠后，第一件事便是疯狂报复，陷害她的宫女被当场杖毙，李昭仪被罚跪千律池3个时辰，生生落下了终生腿疾，后宫人人自危。而这一日，她终于想起了我。哟，姐姐的宫里可真是凄凉啊！皇上这几日夜夜宿在本宫那儿，连御书房都不怎么去了。姐姐代笔批折子的差事，如今怕是清闲得很吧？嫔妾见过贵妃娘娘，娘娘如今恩宠无双，协理6宫，嫔妾这偏僻之所就不劳娘娘挂心了。陆绮罗，你以为你守在御书房就能独善其身？本宫告诉你，等本宫平安生下皇子，当了皇后，本宫第一个就要把你这张讨厌的脸彻底剥下来。皇上越想不起我，越是好事呢。哼，死到临头还嘴硬，咱们走着瞧。小主，陈贵妃她要是真的生下皇子，咱们可怎么办啊？生下皇子，她生不下来。系统抽走了胎儿一半的龙气，那孩子本就摇摇欲坠，如今她又日夜用迷情香承宠，身子早已亏空，最多再有1个月，那个孩子必会胎死腹中。去给江南和北疆传信，告诉父亲和裴将军，我只要1个月的时间，1个月后我要这大齐改朝换代。小主，咱们蛰伏了这么多年，时候到了吗？还差最后1柄催命符，这把火得从皇上的龙体里烧起来，得从碧桃的肚子里烧起来。北疆有裴宁的刀，江南有父亲的钱，这天下已经有1半在我陆绮罗手中了。昏君，你沉溺于迷情香，又被先前的猛药反噬，如今已是强弩之末。我替你批的这些折子，就是大齐的催命符。皇上不好了！陈贵妃娘娘见红了！你说什么？碧儿，朕的龙子，快传太医，都给朕滚去承乾宫！皇上保重龙体，嫔妾这就陪皇上前往承乾宫看望贵妃娘娘。碧桃，系统抽离龙气的反噬，加上迷情香的摧残，你那腹中死胎终于藏不住了。后宫的大戏即将落幕。我等了数载的兵变之机，终于来了。保不住了，皇上，陈贵妃娘娘腹中的胎儿已无胎心了，且娘娘失血过多，若不尽早用药引下死胎，恐有性命之忧啊！我不流产，我的儿子没死，他还在动。你们这群庸医，谁敢碰我的肚子，本宫诛他9族！皇上，救救我们的皇子！是有人害我，一定是李云娘那个贱妇，是她在臣妾的饮食里下了毒。皇上要替臣妾做主啊！碧儿，你糊涂啊！太医已经查过，你并未中毒，而是你用了不该用的烈性香料，掏空了母体根基，这才保不住龙嗣啊！不是这样的，是他，是陆绮罗，是他嫉妒我复仇，用邪术咒了我的孩子。皇上，你杀了他，杀了这个丑八怪！皇上明鉴，嫔妾日夜在御书房代笔抄经，祈求皇室安康。贵妃娘娘悲痛至极，神志已然有些不清，嫔妾绝不敢怪罪娘娘。够了！传朕旨意，即刻强行引产，保住贵妃的性命！结束了，后宫的争斗到此为止。陆碧桃，你的底牌用尽，命不久矣。接下来的战场不在后宫，而在那金銮殿外，在那玉门关前。碧桃引下一个死胎后，皇上悲痛欲绝，龙体彻底垮了。他罢朝求仙，而失去生育能力的碧桃也彻底失宠。就在此时，一件诡异的奇事打破了朝野的平静。陛下，今晨京郊现巨鸟，双翼燃着金光飞入紫禁城，此乃天降凤凰。
预示我大齐将有皇后降世，可保江山百年太平。皇后，朕的后位一直悬空，国师可知这祥瑞印在何人身上？天机不可泄露，但微臣敢断言，此祥瑞与后宫之中姓陆的女子有关。陈贵妃陆氏深得圣心，如今又有凤星入命，理当立为皇后。陆大人诧异，陈贵妃骄纵失德，反而是齐贵妃德才兼备，常在御书房辅政，更配得上皇后之位。什么天降凤凰，不过是父亲让人在京郊放飞的，涂了磷粉的巨大孔明灯。国师这番话是我用5000两黄金买来的。我要堂而皇之地走到台前，逼逼桃发起最后的反扑。娘娘，不好了！前朝正为凤星降世的预言争论不休，好些大臣都在上奏要立祺贵嫔为后。凤凰，国主这位置只能放是本宫的，一个满脸留疤的贱人也配母仪天下，本宫绝不放过他。小主，消息都放出去了，如今前朝后宫为了谁当皇后闹得不可开交，陆尚书和清流一派斗得你死我活，闹得好，水越浑我们越安全。可是小主，陈贵妃那边恨极了您，怕是要对您下手了。本宫就是要逼她动手，她不动手，我怎么能名正言顺地送她上路？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这场立后的闹剧，就没人会去关注北疆防线的异动，更不会有人察觉江南的粮草已经源源不断地运往了塞外。风越刮越大了。小主，这是傅公子通过内务府刚送进来的，也是这4个字。7年了，从绑定系统的那一天起，我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。我装傻充愣，把妹妹当成挡箭牌，把昏君当成垫脚石，这一切终于到了收网的时候。佩儿，去准备一下，5月初5端阳宫宴，我要穿那件天水青的银锦长裙，戴那套红宝石的头面。小主，那可是您入宫前夫人给您准备的嫁衣料子做的。您不是一直嫌太扎眼吗？别怕扎眼了，我要让这后宫的所有人都好好看清楚我的样子，因为过了那一晚，他们就只能跪着仰视我了。传皇上口谕，端阳大宴，着陈贵妃与祺贵嫔一左一右伴驾，共赏百戏。臣妾领旨。陆绮罗，你想当皇后？本宫就算是死，也要拉着你一起下地狱。这是我准备的关键道具。这次定要达成所愿。宫宴那天，本宫要让你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我看谁还会立一个疯子当皇后。小主真美。去给裴将军和傅青传信，告诉他们5月初5按计划行事。娘娘还是当年那般，是京城第一美人。佩儿，京城每隔几年都会出一位第一美人，如今你可还记得他们的下落？奴婢不记得了，因为他们要么在后宅里斗得容颜枯萎，要么成了家族联姻的牺牲品。美人如花，花期太短。本宫想做的，从来不是什么美人，而是能主宰别人生死的英雄。姐姐，今日这宫宴闷得慌，本宫胸口有些不适，不知姐姐能否陪本宫去湖边透透风？妹妹既然相邀，姐姐自当奉陪。池边太拙劣了。陆绮罗，去死吧！你放开本宫！妹妹的龙胎没有保住，是不是很伤心啊？陆绮罗，你敢推本宫！救命！本宫不会睡！救命啊！来人啊！
救贵妃！这好端端的贵妃娘娘怎会落水？方才嫔妾可是瞧得清楚，是启贵嫔陪着娘娘过来的。陆绮罗，你对你妹妹做了什么？她本就身子虚弱，你竟狠心将她推入池中！皇上明鉴，嫔妾没有推娘娘，是娘娘在湖边搅滑，嫔妾想去拉她，却被娘娘不识带刀撞在了假山上啊！还敢狡辩！碧儿念及姐妹之情，在朕面前多番美言，你却嫉妒她位居贵妃，痛下杀手！来人，把这个毒妇给朕拿下！闹吧，闹得越大越好。你们以为这是我陆绮罗的末路？将尹贵嫔押入慎刑司严加看管，等贵妃醒来，朕要亲自审问。这慎刑司，才是我在这场风暴中为自己打造的最坚固、最安全的安全舱。陆庶人，接旨吧。启贵嫔陆氏蛇蝎心肠，谋害陈贵妃，念其曾在御前代笔有功，且陈贵妃醒后苦苦哀求，特免死罪，废为庶人，即刻打入冷宫，终生不得出。贵妃娘娘已经醒了。皇上当时震怒，说贵妃就是太善良，才一直被你欺负。贵妃娘娘便哭得更凶了，直说都是自己的错，没有将皇上的宠爱分给你，这才遭你嫉妒，最后竟生生哭晕在皇上怀里。公公，劳烦带路吧。陆庶人，以后您就歇在这儿。佩儿有父亲护着，我无后顾之忧。5月初5，距离裴将军信中所说的3日之内还有2天。现在保护罩已经开启，外面那群蠢货就等着迎接天翻地覆的风暴吧。瞎了你们的狗眼！贵妃娘娘驾到，你们也敢拦？给咱家让开！奴才不敢，奴才这就开门。你们都退下，本宫要和姐姐单独说几句话。是娘娘。陆绮罗，想不到吧？我从小样样不如你，结果最后当上贵妃，甚至马上就要当上皇后的人是我。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简直像一条丧家之犬。你以为你守在御书房，替皇上批几天折子就能翻天了？到头来，你连皇上的一丝宠爱都没有，以后也永远不会有。姐姐，你知道吗？从很小的时候起，你就一直是本宫的噩梦。在府里时，我爱慕学堂王家小少子，可他却日日给你写诗。我中意借住的李小将军，他转手就扔了我送的糕点，却去为你折梅花。入宫后，即便我更得宠，有了系统的加持，本宫每日依然在做噩梦，梦到你随时会把皇上抢走。陆绮罗，你就像是一个阴魂不散的诅咒，永远死死压在我的头上。说完了，今日本宫就是要看你如何在这冷宫里生不如死。碧桃，你每日活在对我的恐惧里，你出卖了自己的良知和孩子的性命去争宠，到头来却只是为我做了一身嫁衣，且在让你得意这最后的一日，风暴一到，你这贵妃的春秋大梦该醒了。不过现在好了，你被废了，被打入冷宫了，你这辈子都要烂在这个臭水沟里。本宫终于可以彻底心安了。怎么，痛苦吗？后悔当初跟本宫作对了吗？你笑什么？死到临头，你有什么好笑的？
碧桃，我在可怜你。可怜我？你一个冷宫扫地出门的庶民，居然说可怜我这个恩宠无双的贵妃？是啊，我方才花了很大的功夫，才勉强想起你口中那些男人都是谁。你耿耿于怀了这么多年的偏爱与深情，到头来不过是一片廉价的虚无。你说的那个王家小公子，入宫前很快便娶了妻，发妻死后他写进了悼亡诗，可转头他就娶了续弦，继续为续爽写那些肉麻的事。至于那个李小将军，他后来酷爱逛青楼，最喜欢亲历金石的花魁，为每个人都一掷千金。你以为你是独一无二的，他大概连他们谁是谁都分不清。碧桃，你明白了吗？他们不是爱你，他们只是爱他们自己。而你为了这种廉价虚伪的情爱，嫉妒了我半生，甚至不惜出卖自己腹中孩子的龙妻。你不觉得自己很可悲吗？你胡说！你嫉妒皇上只爱我一个人。而属于我陆景楼的游戏，马上就要迎来最终的高潮。给我定死，一根光也别放进去，让他在这黑暗里关到死。陆碧桃，多谢你，这下冷宫成了整个紫禁城最安全的堡垒，连外面的刀剑也伤不到我了。棋子已然落牌，执棋者只需静候佳音。兵变开始了。裴宁的动作比我想象的还要快，副手签定是在江南切断了漕运，京城大乱，北疆铁骑这才如同神兵天降。那沉迷于迷情香的昏君，此刻大概正躲在龙榻下发抖吧。三生长寿，手签，我们赢了。傅家惨死的冤魂，北疆苦寒的百姓，你们看到了吗？造反了！裴将军杀进来了！这是传国玉玺，皇上，皇上，杀人了，造反了，来人啊！微臣救驾来迟，让主公受惊了。裴将军请起，辛苦了。主公，他叫你。主公，你到底是谁？碧贵妃，不对，妹妹，我真的要多谢你。你别碰我，你这个疯子！要不是你把我关在这儿，我也不能安稳地避开外面的刀兵。说起来，你可是我的第一功臣。陆碧桃，你依附的皇权，如今不过是地上的奴奴，你欠我们傅家，我要你100倍偿还。妹妹，你不是想问我要谢你什么吗？我要谢你小产狮子缠着皇上哭了一夜，耗尽他的心神，我的人才能长驱直入浩清殿。不可能！你这个疯子，你胡说！我还要谢你拼了命的把我关进这冷宫。你以为国师那句凤凰入室是天意？那是我花了5000两黄金买来的，为的就是激怒你，让你把落水的黑锅扣在我头上。你故意让我把你关进来的。这冷宫是最偏远也最安全的地方，皇上被逼宫时想挟持我都鞭长莫及。你以为你在宫斗，其实你不过是我棋盘上的一颗过河卒。你这个魔鬼，你不得好死！自始至终，我下的都是比你更大的棋。主公，朝臣已在浩清殿外跪迎。主公，干将莫叶剑已引昏君之险，请主公接见。走，去浩清殿。恭迎主公，主公千岁千岁千岁！光宁26年，昏君远，大齐王。我踩着旧时代的废墟，江山易主，凤临天下。
先帝已崩，驾崩前已将传国玉玺与天下大权托付于本宫。诸位大人，今日这大齐的天变了。妖妇，乱臣贼子！老臣今日就算撞死在这龙柱上，也绝不向你这通敌叛国的毒妇低头！放肆！读书人的骨头有时候看着最硬，但内里往往最脏。用刀杀他，只将走。礼部尚书王自道，光宁22年，收受江南盐商会白银20万两，卖出举人名额13个。光宁25年，强占京郊民田3000亩，逼死农户一家7口。王大人，你那清流之名下，埋了多少冤魂？王大人刚刚不是说要撞死在龙柱上，以全忠义之名吗？臣罪该万死，主公饶命！王大人既然如此向往忠烈，本宫便成全你的名声。来人，拉下去！来人，将这个贪赃枉法、鱼肉百姓的蠹虫拖下去，按律惩处。主公饶命！主公饶命啊！先帝昏庸，民不聊生。臣父手签，恳请主公顺应天意，登基称帝，救万民于水火。北疆10万将将士，愿为主公干到土地，誓死效忠。臣等恳请主公万岁！让开！瞎了你们的狗眼！本官乃是兵部尚书，是陈贵妃的生父，本官要见皇上。我这位好父亲，除了一副皮囊和吃软饭的本事，一无是处。听闻我进了冷宫，这是急着进宫来大义灭亲，踩着我的尸骨保全他的荣华富贵呢。皇上，臣教女无方，陆请罗那逆女，若是冲撞了贵妃，臣恳请皇上将其严惩，千刀万剐。臣今日大义灭亲，绝不姑息这逆女，请皇上明鉴啊！碧桃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陆大人，你来晚了。先帝已然驾崩，你的贵妃女儿也失心疯了。怎么，你今日进宫是想替她出头？臣陆正明叩见女帝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臣早就看出陛下有真凤之姿，那陆碧桃不过是个庶女，心术不正，哪能与陛下相提并论？陛下登基是天命所归，臣大义灭亲，绝不姑息这逆女。父亲，连你也卖女求荣，报应，这都是报应！瞧啊，这就是口口声声重情重义的好父亲，风向一变，卖女求荣，大义灭亲，比谁都快，真是令人作呕。把陆碧桃带下去，好生看管，别让她死了。我要她看着我如何坐稳这江山。国师说的没错，陆氏女子贵不可言。吾皇万岁万万岁！愿吾皇江山永固。只是，那只在烈火中重生的，从来不是凤，而是凰。自今日起，废除大齐国号，改国号为宁，寓意海晏和亲，天下安宁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镇国大将军裴宁护驾有功，加封为镇国大将军，赐异姓王，派荐上朝。臣谢主隆恩，誓死保卫大宁江山。副手牵运筹帷幄，功在社稷，拜为当朝左相，领户部吏部事，位极人臣。臣定居功尽瘁，死而后已。陛下，自古阴阳有别，陛下以女子之身承袭大统，臣恳请陛下早日选定皇夫，诞下子嗣，以安国本。选皇夫？哼，这些老狐狸不过是变着法子要用男人来分我的权。朕的天下是靠真刀真枪打下来的，不是靠男人睡出来的。谁若再敢提选皇夫3个字，朕就送他去北疆，去跟羌戎的铁骑探讨阴阳之理。臣知罪，臣再也不敢了。传朕旨意，自今日起开设女子恩科，凡年满16的女子，无论出身，皆可考取功名，入朝为官。陛下不可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女子怎可干政？这是要换了老祖宗的规矩，乱了纲常啊！请陛下收回成命。规矩，朕就是规矩。朕的母亲徐红玉16岁随父守城，退敌10万。朕以女子之身，亦能平定乱局。谁说女子不如男？若有不服新政者，现在就摘下乌纱帽，滚出浩清殿。陛下圣明，大宁万岁！陛下圣明，大宁万岁！
万岁！万岁！臣陆正明率全家老小恭迎女帝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岁！我的亲生女儿当了皇帝，我就是太上皇了。以后这京城谁还敢不看我陆正民的眼色？陛下，娘，女儿来看您了。陛下折煞臣妇了，你能走到今日，不愧是徐家的血脉。娘，您是将门虎女，却在这深宅大院里被这个自私平庸的男人蹉跎了半生。从今天起，女儿来做您的靠山。陆正明，臣在，不知陛下有何吩咐？是不是要加封臣？你的兵部尚书乌纱帽，朕已经替你摘了。从明日起，你不用再去上朝了。陛下，这是为何？臣对陛下忠心耿耿，臣可是您的亲生父亲啊！亲生父亲？你有什么资格当朕的父亲？你又有什么本事上朝？臣好歹在兵部多年，你凭什么坐那个位置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若非当年我外公徐家在军中的威望，若非我娘用嫁妆替你多方打点，你这个连刀都拿不稳的废物，能爬到尚书的高位？府里那10几房姨娘各自给够银钱，今日便全数遣散。从今往后，陆府不许再有纳妾之风。陛下，这万万不可啊！遣散妾室，这有违天理人伦，让臣以后在京城怎么抬头做人啊？天理，朕就是天理。若非我娘念旧情，还喜欢你这张脸，朕今日便能让你人头落地。陛下恩典，臣知罪，臣谢陛下不杀之恩。陆正明，你回去交接差事。从明日起，由我娘徐红玉代替你上朝，封护国夫人，参知政事。臣徐红玉领旨，谢陛下圣恩。别以为你不用上朝就可以闲着了。陛下还有何吩咐？从今往后，府内老少的吃穿用度、人情往来，上至孝敬长辈，下至教养幼子，皆由你一人打理。啊，这向来是妇人家做的事。你是在质疑朕的旨意吗？臣不敢，臣领旨。除此之外，你需好好保养容颜，恪守难得，全心侍奉我娘。保养容颜，恪守难得。倘若你当不好这个贤内助，朕便做主让我娘休夫。倘若日后我娘移情别恋，纳了俊俏的小郎君入府，你亦需谨遵难得，不可拈酸吃醋，要与其他兄弟和睦相处，明白吗？臣明白了。大声点，听清楚没有？臣陆正明定谨遵难得，侍奉夫人。当年你用规矩和女德压迫了我娘一生，如今风水轮流转，这深宅大院的规矩由我来翻转。宫变后，陆正明拼死求情，保住了陆碧桃一命。可在这个泥潭里，不用我动手，他也活不长了。张姐，你来看，学堂里的小公子今日又给我写诗了，你等着瞧，总有一日他写诗的对象会变成我，不会再理你了。他的大脑开启了保护机制，竟将他困在了还未入宫，还在为男人的关注而沾沾自喜的少女时代。不对，小公子是给他的亡妻写诗，是你给我过的。为什么没有一个男子真心爱我？皇上不爱我了，他们都不爱我了。这不可能是我的脸，这怎么可能是我？我没有积分了，系统，你把积分还给我。没有积分，以后更不会有人喜欢我了。还给我，把美貌还给我，皇上救我！陆碧桃，你这一生都寄托在所谓的男子之爱上，将男子对女子的审美作为唯一的价值。当你依附的靠山崩塌，你那虚妄的世界也就彻底坍塌了。陛下，他当年百般欺压咱们，还曾给您下毒，如今疯成这样，要不要赐他一杯制酒，给他个痛快？不必，死对他来说太便宜了。佩儿，新开的女子官学，朕派你去做监学，准备的如何了？微臣定不辱命，招生考卷已拟好，京中适龄女子皆踊跃报名。陛下，养着一个疯子，这是为何？每当有新的女孩入学，你就带她们去那院子，见一见这位前朝最受宠的碧贵妃，告诉她们，这个疯女人曾为了男人的宠爱，斗得花光了所有的底牌。如果不读书入仕，掌握自己的命运，而是一门心思依附男人搞雌竞，以后就会像她一样可悲。臣领旨，陛下此举乃是点醒天下女子之大义。陆碧桃，我的好妹妹，你这辈子最大的价值
就是成为大宁朝千万女性觉醒的一块活生生的踏脚石。陛下，旧朝3位异姓藩王在封地起兵造反，合兵20万，打着诛妖父、复正统的旗号，直逼京师。陛下，朝野震动，已有官员暗中收拾细软，臣恳请陛下速调天下兵马回防京师。20万。陛下，这是兵部送来的10万火急。回防？朕若死守京城，岂不是告诉天下人，朕怕了这群借尸还魂的鬼？传朕旨意，命裴宁不必回京，率北疆5万精锐铁骑星夜南下，直插洛阳。朕不要什么持久战，1个月内，朕要裴宁提着3王的人头来见朕。谁敢首鼠两端，满门抄斩！今日便是1月之期了，怎的一点消息也无？莫非裴将军只有5万兵，对方可是20万啊！若是输了，洛阳大捷！洛阳大捷！陛下，镇国大将军裴宁于洛阳城外大破3藩20万大军，斩敌8万，俘虏10万，3藩王首级在此，请陛下过目。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，天佑大宁！陛下天威，吾皇万岁万岁！谨记司臣，朕要让这天下再无一人敢说这4个字。主公，3藩叛军的资金来源查到了，顺藤摸瓜，扯出了一张盘根错节的利益大网牵连。说，背后都是些什么人？他们之所以反您，是因为您承诺过要将土地分给百姓，他们名下的尹田和司奴占据了大宁朝近1半的赋税来源。这些蠹虫趴在大齐的身体上吸了10几年的血，如今又想来吸我大宁的血。既然他们舍不得把吞下去的吐出来，那朕就亲自帮他们破腹。臣恳请陛下即刻推行新政。准奏，传朕旨意，彻底废除人头税，凡大宁流民皆可按人头分得崔氏等世家尹田。陛下圣明，吾皇万岁万岁！去向于此刻，安慰圣人之道。谨记司臣，以为天理，如今竟准女子科举，简直是侮辱圣人之道。对，去向于此刻，安慰圣人之道。陛下，太学生乃国家未来之栋梁，若强行镇压，恐失了天下读书人的心，动摇国本呐。国本？他们的心若是只装得下男尊女卑的偏见，那大宁朝宁可不要这种读书人。给朕放水龙，将这群聚众闹事的狂徒全部冲散。陛下，带头闹事的几个革去公民永不录用。满嘴仁义道德，在绝对的强权面前，这敖骨也不过一击即碎。臣沈如霜叩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沈如霜，你文章锦绣，一举夺魁，堪称大宁第1女状元。臣谢陛下赐天下女子科举之机，臣定当鞠躬尽瘁，不负皇恩。好，朕今授予你翰林院编修之职，朝堂之上，朕等着看你的作为。陛下圣明，天佑大宁！陛下圣明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，群臣百般上奏，恳请陛下早定皇夫，诞下子嗣，以安国本。主公，朝臣虽有私心，但大宁确实需要一位合法的继承人。这群老狐狸用男人来分朕的权，想要继承人可以，替朕安排微服出巡，去一趟京郊大营。臣遵旨。末将见过姑娘。今夜好生是非。拿着这些重金，即刻启程前往南疆，终生戍边，不得回京。末将遵命，谢姑娘恩典。大宁的江山只属于我陆氏血脉，不容任何男子门阀染指。众卿不是日夜上书催朕诞下子孙吗？今日，朕便成全你们，
敢问陛下，不知这小弟姬的生父是何方神圣？陛下何时册立皇夫？此女姓陆，名无恙，封号永宁公主，即日起立为大宁储君。陛下，无父无名分，这不合万世礼法呀！朕的储君与任何男人无关，谁若再敢提立皇夫半个字，送去南疆，杀无赦。末将誓死效忠永宁公主，愿为储君肝脑涂地。臣等叩见永宁储君。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叩见永宁储君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这天下终将是我们的天下。小公主，慢点吃，这可是刚从岭南快马运来的冰糖营。甜，本公主正有傻。佩儿，你看无恙现在像什么？公主殿下金尊玉贵，自然是像天上的明珠。不，她现在像是一只被精心饲养的金丝雀，在这高墙大院里，她听不到宫民间疾苦，她迟早会被磨平爪牙，变成一个不知人间险恶的蠢物。朕意已决，即日起送永宁公主前往北疆，交由护国夫人徐红玉与镇国大将军裴宁抚养。陛下不可啊！北疆冰天雪地，苦寒无比，公主千金之躯如何受得了那等风霜？是啊，陛下，公主才5岁啊，若有个闪失，大宁国本动摇啊！陛下，边关苦寒，且有外敌窥伺，此举恐有不妥，请陛下三思。朕的女儿生来是要做翱翔9天的凤，绝不做养在深宫的雀。大宁的江山必须由在风雪中淬炼过的人来继承，谁再劝阻，以通敌罪论处。无恙恨娘吗？无恙不恨，外祖母说过，徐家的女子不怕冷。无恙要去北疆当大英雄。好，等你在风雪中磨砺成一柄绝世宝剑，娘在京城接你回家。送公主上车，起驾。陛下，您对殿下未免太严苛了些。无恙，别怪娘狠心，娘是在为你，也为大宁锻造一位未来的钢铁君王。站直了，端平。徐家的血脉，军营的将士，没有叫苦的孬种。殿下，今日不练枪，练骑练马。陛下，这是使我的家书。小公主在北疆摔伤了多次，您当真不送些御寒的皮裘过去？穿了皮裘，她便感受不到北疆的冷，感受不到冷，如何能知将士之苦？娘亲，今日塞外大雪，裴大家教我骑练马，我摔了好多次，但最后我驯服了他。外婆说，将帅者不可有畏惧之心。无恙，驯服烈马靠的是力，驯服人心靠的是谋。你在塞北，除了看风雪，还要看将士的粮草，看百姓的炊烟，不知下层之苦，便做不好天下之主。殿下文武双全，已得臣之真传。外婆，裴爹爹，娘亲在京城等我回家了。娘亲，10年的风雪已经将我蜕变成风，这大宁的万里江山，无恙来替您守了。阁老，江南传来消息，白马断绝地，数10万流民无家可归，饿殍遍野呀！天赐良机，那女人夺了我们的土地，断了我们的财路，现在该轮到她遭报应了。阁老的意思是，立刻派人混入流民，煽动暴乱，就说女主当政，阴阳逆乱，这才降下天谴。阁老妙计，只要江南一乱，逼他废了新政，这大宁的天下迟早还是我们的。陛下，江南大水，流言四起，暴民已抢夺官仓，此乃上天警示啊！上天警示，那依爱卿之看，朕该如何？恳请陛下顺应天意，下罪己诏，以安民心，并立即停罢新政，以息上苍之怒。臣等附议，以息罢新政。天灾将士，你们不想着开仓放粮，倒想着借天灾逼朕认罪，要回你们的特权。荒谬！主公，江南缺的不是罪己诏，而是粮食和堤坝。微臣愿立军令状，亲自下江南治水平乱。傅大人，江南官员乡绅盘根错节，暴民如狼，你一个文官提头去治吗？治不好水，平不了乱，臣提头来见。好，朕准奏。寿谦，
你可知此去江南是万丈深渊，若败了，天下人的唾沫都会把你淹死。臣知道，但大宁的根基绝不能毁。臣愿为主公做一回修罗。朕把江南3州的生杀大权全部交给你，若有官员世家敢阻挠治水居奇，用这把剑先斩后奏。臣领旨。大人，非是下官不作为，实在是赈灾款还在路上，地方粮仓也空了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。赈灾款10天前就到了，被你们分赃了。江南4大粮商的仓库里粮食都没了，你们却纵容他们抬高10倍米价。大人，这是诬陷，下官是朝廷命官。传令下去，江州知府贪墨赈灾款，已奉旨正法，即刻抄没4大粮商，开仓放粮，平价售米。谁敢不从，犹如此贼！草民这就开仓，这就放粮。大人，你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，双腿都泡烂了，快回去歇歇吧。水不退，我不退。大堤若决口，身后10万百姓就全完了。庄子不稳了，要决口了。随我下水，用人墙挡住。誓死不退，誓死不退，誓死追随大人，誓死不退。朝廷兵等，痛谢皇恩，痛谢钦差大人救命之恩。手牵，你用一头白发替朕踏平了江南的油盐。传朕旨意，大开正阳门，百官出迎，朕要亲自为大宁的功臣接风洗尘。才是朕的大宁江山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您受伤了。给爹爹无恙，没有给娘亲丢脸。军爷，快叫军爷！北疆800里加急！启奏陛下，漠北鞑靼游骑兵突袭大宁边境，永宁公主率100人卫队应战。无恙，你终究还是迎来了你的第一战。陛下，公主殿下年方18，怎可如此鲁莽？边关无情，这简直是拿大宁的国本开玩笑啊！是啊，女子不善兵歌，恳请陛下即刻下旨召回公主，免得丢了皇家颜面。
皇家颜面，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！永宁以100少年卫队狂奔80里拦截敌军，斩首敌将，杀奸达游骑兵。大宁有如此储君，乃是万民之幸。天佑大宁，臣为陛下贺，为储君贺。传朕旨意，永宁公主破敌有功，赏10亿千户，赐半块虎符。陛下，公主上幼且为女子，赐予虎符，恐军权旁落。朕的储君必须是用敌人的鲜血浇灌出来的，谁若不服，大可去北疆替朕挡了那鞑靼的铁骑。无恙，如鹰已然展翅，娘在京城等你的刀锋指天的那一日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光明25年，当年那个被逼着跳进冰冷千里池的微末女子，如今已是这天下最尊贵的主宰。西域羌戎祝女帝万寿无疆，特献上西域夜光杯100对，汗血宝马1000匹。20年不打仗，看来总有人觉得朕的江山是靠求和得来，这只狼是来刺探朕的虚实。羌戎王有心了，来人，看赏。陛下，臣安插在西域的探子送来死密，今日殿上的羌戎使者来意不善。说，西域那边出什么事了？羌戎老王暴毙，其幼子呼延觉杀兄篡位，已在1月前强行统一了西域16部。此人外号狂狼，野心极大，如今大肆招兵买马，他们的使节就是来探我朝虚实的。呼延觉杀兄篡位，统一16部，倒真是个养不熟的恶狼。陛下，我朝休养生息多年，若妖戎此时挑起战火，恐边关百姓受苦。太平日子过久了，什么跳梁小丑都想来试探朕的刀还锋不锋利。传旨北疆裴宁密切监视西境，他呼延觉若敢越界一步，朕就用他的血来祭大宁的战旗。边关急报，西域狼王呼延觉统兵20万，已连破我朝3道防线，直逼西北边境。陛下，西域风沙漫天，地势险恶，我军若深入大漠作战，粮草补给是极大的考验。羌戎来势汹汹，图的不过是财帛。那呼延觉已递了国书，只要大宁愿将公主下嫁和亲，并陪嫁绫罗绸缎、工匠农具，羌戎便愿退兵50里，与大宁永结秦晋之好。陛下，永宁公主今年刚好18岁，已及笄，以公主一人之委屈，换取西北数十年太平，实乃社稷之福啊！放屁！我大宁的江山什么时候沦落到要靠一个女娃娃的裙带去换太平了？霍大人此言差矣。自古汉有昭君，唐有文成，公主受万民供养，国难当头，理应为国分忧。20年了，朕提拔女官，改大宁律法，可这群腐儒骨子里的劣根性依然在阴暗角落里发霉。遇到强敌，他们不想着提刀迎战，第一反应竟是把一个女孩推出去挡刀。和亲，今日退朝。一群蠢货，你们根本不知道大宁朝的公主从不和亲，而陛下的刀已经磨好了。娘亲，您退朝了。才回京几日，就一刻也不停地练，身体可大好了。北疆的风雪练出来的身子，这点小伤早好了。今日朝堂上的事，你可有耳闻？霍爹爹派人来说了，朝中那些腐儒正商议着要送我去羌戎，向那呼延觉求和。和亲？朝中那些废物在京城享尽荣华，到了国难当头，竟想靠出卖一个女人的身体去换边关的苟安。无恙，你虽在塞北见过厮杀，但有些旧时代的毒瘤，你还没看清。娘亲，随娘亲来，娘亲带你去看一样东西，教你这最后一课。无恙，看着那片地方，你看到了什么？雕梁画栋，如今已是书声朗朗。不，你看到的只是如今。在娘亲登基前，这里是上位者专为女子制造的斗兽场。斗兽场，几百个惊才绝艳的女子被关在这里，唯一的任务就是互相撕咬，赢了的踩着别人的尸骨苟活，
输了的连同腹中骨肉，死无葬身之地。这就是男人定下的规矩。我在塞北曾观过斗兽，北漠最凶猛的狼被关在铁笼里捉对厮杀，输了的当场粉身碎骨，赢了的也只能苟延残喘到下一次。即便是最强悍的狼王，最终也会在伤多力衰时被更年轻的狼撕碎。这后宫确实和斗兽龙一模一样。那无恙觉得可有长胜之法？只要还在这铁笼里，按照别人定下的规则玩，就永远不可能长胜。没错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砸碎这个铁笼，去往更辽阔的旷野，建立属于你自己的规则。裴爹爹教我练剑，父爹爹授我兵法，娘亲将我置于北疆磨砺。今日，无恙终于明白了娘亲的苦心。朝堂上那些老大人想把我当成求和的筹码，送进枪戎的铁笼，但我陆无恙是翱翔9天的鹰，绝不入笼。女儿请命，带兵前往西域。我要用敌人的鲜血为大宁的女子做个榜样。我朝没有公主和亲，只有公主出征。去吧，朕的将军。若有人再敢逼你和亲，就用你手中的刀让他闭嘴。陛下，北疆的狼崽子们都准备好了，就等储君一声令下。殿下，此去漫漫，臣在京城静候将军凯旋。大宁铁骑随我出征，平定西域，平定区外，扬我天威。杀！无恙，去吧，大宁的江山将由你亲手开创。那是一个属于女性战神的时代，真正开启的黎明。娘亲，我已出玉门关。这西域的风沙虽冷，却冷不过北疆的雪。呼延诀，我来会你了。都是茶人这些人。殿下，那羌戎骑兵一触即溃，连丢我朝3座外围城池，已朝岁月谷败退。蛮夷终究是蛮夷，末将请战，率轻骑3万，连夜追击，定能将那呼延诀斩于马下。报！启奏殿下，羌戎王呼延诀派来使者，称有重礼献给大宁统帅。带进来。我家大王说了，听闻大宁竟派了个18岁的黄毛丫头来领兵，真是朝中无人了。大王怜惜公主娇嫩，这戈壁风沙大，特送来一袭上好红装，劝你乖乖回京绣花。若真想打仗，不如脱了这身冰冷的盔甲，去我家大王帐中贴身肉。狗胆包天！本将这就砍了你！放肆！两军交兵，安敢如此侮辱储君？杀了他！退下！呼延诀这激将法用的未免太拙劣了。回去告诉你们的王，本公主的剑比你们羌戎男人的骨头硬得多。你们等着，我家大王在岁月谷随时恭候。殿下，贼子安敢如此辱您？末将这就带兵去平了岁月谷，生撕了呼延诀。平岁夜谷，李将军，你若现在带兵进去，大宁的10万大军，明日就得全埋在里面。岁夜谷两侧皆是陡峭的戈壁崖壁，形似口袋。呼延诀缠败3阵，连丢3城，又送来这身红装，就是为了激怒我。他断定我一个年轻的公主受不得奇耻大辱，会不顾一切率军追击。娘亲教过我，欲使其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呼延诀既想看本宫中计，那本宫就演一场戏给他看。传令全军，大张旗鼓，伪装成急于报仇的模样，从速向岁月谷挺进。末将领命。但在谷外10里处就地安营扎寨，
多备引火之物与火石。顾颜爵，你以为你把本宫当成了猎物，殊不知真正的猎手往往是以猎物的姿态出现的。本宫要将你的20万主力死死的钉死在这碎叶谷中。呼延爵的主力已被死死拖在碎叶谷，他的王庭必然空虚。随本宫绕道天山雪线，奔袭300里，直插羌戎王庭。末将定在谷外演好这出戏，恭候殿下凯旋。我们要让呼延爵知道，这大漠不是他一个人的猎场。誓死追随殿下！誓死追随殿下！举火，杀！呼延爵，你的红装本宫收下了，这漫天烈火，便是本宫给你的回礼。那是什么方向？大王，不好了！我们的王庭，老家被那汉人公主放火给端了！你说什么？贱人！我要将你活剥了喂狼！呼延爵，本宫说过，你的骨头没本宫的剑硬。汉人的女人，只配在帐中侍奉，给本王死来！汉人女子柔弱如柳，在绝对的力量之前，老子一棒就能将你砸成肉泥！受死！这怎么可能？要杀便杀，本王不服！杀你，那太便宜了。绑了，带回京城。末将领命。另外，在羌戎王室子弟中，挑20个相貌最英俊的，一并带上。殿下，这是为何？他们不是想让本宫和亲，教本宫规矩吗？那本宫便带他们的世子回京城，好好学学我大宁的规矩。娘亲，无恙没有让你失望。大明朝没有和亲的公主，只有征战的女战神。我带战利品回来见您了。那些曾想把我当成求和筹码送走的人，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就是我给大宁的交代。儿臣参见娘亲。西域大捷，生擒呼延灼，斩首8万。30年内，西域再不敢放我大宁。好，吾儿神勇，不负朕之厚望，不负大宁万民。赵大人，当初你极力主张让公主前去和亲，如今公主把羌戎的王庭都给端了，这和亲之事，你看该如何收场啊？臣愚钝，臣罪该万死。这和亲之事，自然是不提了。不，和亲的规矩不能废。不过，这规矩得由我大宁来改一改。不是我大宁的公主去和亲，而是他们羌戎的王子来我大宁和亲。你竟敢如此羞辱我草原勇士！闭嘴，手下败将。这20名少年皆是羌戎各部的王室血脉，儿臣已经替大宁的功勋贵女们挑好了，就让他们留在京城做个赘婿，以此彰显我大宁的怀柔之恩。哈哈哈哈！好，大宁建朝20年，今日方是真正的乾坤倒转，日月同辉，阴阳并济，
属于女性的巅峰时代，至此彻底立于万世之巅。陛下，江南税制改革全面开花，如今国库充盈，户部已在着手扩建第3座精粮仓了。陛下，臣主理的女子官学已在大宁各州府开枝散叶，今年恩科入仕的女官又多了2成。15年布局，薪火终于良缘。如今的朝堂上，男女百官分别两旁据理力争，那些否极司晨的酸腐之词，早已被历史的洪流彻底冲刷。娘亲，您的新政，终于让这天下的女子都有了活路。走，今日天气好，随娘亲微服出宫走走。客官，大宁的规矩概不赊账，这批赎锦少了这个数，您去哪儿也买不着。站住！大宁律法，天网恢恢。女子经商，女子御寇。娘亲，京城真的变了。且说那永宁公主银铠长剑，一火烧尽羌戎王庭，生擒蛮王，立下我大宁女战神之威。好，说得好。女战神，百姓们可都记着你的功绩呢。娘亲，你看那个孩子，这天下和您刚登位时真的不一样了。是啊，不一样了。当年我和母亲被困在陆府的方寸内宅，后来我又和碧桃在深宫的铁笼里斗得你死我活，而如今这片天空终于不再是一个巨大的铁笼。无恙，大宁的女子从此有了旷野的辽阔，有了自由的呼吸，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江山。绫罗，娘这辈子活得值了。这个月的柴米油盐账还没算清，夫人回来要责罚的，要恪守难得，这就是她后半生的因果。陛下，女子官学后传来消息，陆碧桃在前夜的寒冬里咽气了。她怎么死的？听看守说，皇上今晚翻了我的牌子。她是在幻觉里生生冻死的。知道了，陆碧桃，你至死都没有醒悟。你的死也宣告了那个充斥着磁政与物化的旧时代彻底画上了休止符。好好安葬，让女子官学的人记住她的下场，莫要重蹈覆辙。微臣领旨。主公，老臣这把老骨头还能再为大宁、为楚军撑上几年？俺老裴也还提得动刀，谁敢在西北作乱，俺替小殿下整理了他。30年风雨同舟，无猜忌，无鸟尽攻杀，有2位清臣相伴，是朕此生之幸。但大宁的未来需要新的血液。父亲、裴卿，咱们该歇歇了。主公，臣遵旨。陛下春秋鼎盛，正当欲结天下，怎可轻言退位啊？是啊，陛下，大宁不可一日无君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这龙椅该换人了。权力是一头吃人的猛兽，掌权太久，人就会变成兽。朕不愿做兽，朕要看着大宁在新的血液里继续向前。无恙，接见。儿臣定不负娘亲所托。恭迎新帝登基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我是陆绮罗，我曾是这世上最卑微的囚徒，也曾是这天下最尊贵的主宰。我曾打碎一个旧时代，创造了一个新时代。现在，我自由了。退位后，我云游天下，走过手牵治过的水，看过裴宁守过的关。我老了，但我的心却比17岁入宫前还要轻盈。
陆氏双姝，一凤一凰，可惜巨鸟飞凤，乃是吞天之凰啊！40多年过去了，我已经老态龙钟，可他居然还是当年的模样。这位老夫人，能否向您讨一碗粥喝？坐吧。你到底是谁？40多年了，你一点都没变。贫道俗名不值一提，老夫人若想称呼，可称我为系统主神。主神？当年那个宫斗积分商铺就是你开的？正是。陛下，您是否发现，自从您在冷宫斗垮陆碧桃，斩杀昏君后，商铺就永久关闭了？因为他只帮未完成心愿的女子。可当年你明明也给了陆碧桃很多逆天道具。给了道具，不代表能帮他完成心愿。给再好的绝世宝剑，拿剑的人若只想着用它来砍柴，也是暴殄天物。同一把钥匙，有人用来锁紧金丝笼，有人用来打开天下城门。既然朕的心愿已了，你今日为何又会出现？贫道是来辞行的，顺便再讨一碗陛下的热粥。那么，下一位由他实现心愿的女子又会是谁？哈哈哈哈！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敬这天地，敬这旷野。大明朝的历史还在继续，而我陆绮罗的传奇，已在此刻画上了最完美的句号。